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，欢迎订阅点赞。中年之际，不再向家归，渐感孤独无有。曾经的那位才情出众的少年，如今背负着生活的沉重压力，逐渐疲惫不堪。职场上总有事情来势汹汹，生活中总有烦恼困扰，感觉自己如陀螺般不停旋转，寻找停歇的理由，几近绝望，只能随命运的鞭打持续旋转。中年之际，找不到一个可以随时畅谈的知己。人到中年，如同被吹得鼓胀的气球，已然饱满，再施加一点点压力，就可能爆裂开来。如何排遣这些压力呢？或许在年轻时，可以约上3、5好友，尽情狂欢，畅饮畅醉，痛快发泄，然后安然昏睡，次日恢复活力。然而，大刚发现他已经撑不住了。今年43岁的他，在最近的体检中，意外发现13项身体异常，特别是肝脏。长期的饮酒社交已经导致癌前病变，医生严词警告，必须调整饮食习惯，坚持锻炼，定期检查身体健康。翻开手机，通讯录里已经积累了超过2000个电话号码，包括发小、同学、同事、朋友和客户。但当内心纠结时，打电话给谁都显得不合时宜。那些久未联系的朋友，虽然有深厚的感情，但并不适合当听众之一。在工作中，尽管已经晋升为中层管理，但升职更高一级的竞争者众多，停滞不前的话，新进人才会不断迎头赶上，而稍不留神，现在的职位就可能被取代。生活中，妻子陷入更年期，沉浸在儿子的升学压力中，为了获取各类信息而疲惫不堪。夫妻2人在一起总是充满抱怨，像是世界末日的场景。因此，大刚习惯了延迟下班，一方面可以避免交通高峰，另一方面也留给自己一段独处时间。他走进家门，拉上窗帘，静坐在角落，品味着老歌，欣赏着经典电影，享受杯中的茶，让疲惫的内心稍事休息。至于心头的怨言、痛苦和积压的不满，他往往只能忍受着，整理情绪，期待明日如战士般继续前进，因为这是他唯一的选择。中年之际，结交众多人，却在无人能深入心底。曾经因为认识的人太少而感到烦恼，如今因为了解了太多人而心绪不安。从前渴望融入某个社交圈，如今却明白了很多时候，所谓的圈子只是场面子，多几次的饭局，多几句的闲聊，却并没有那么有意义。10年前，小云是一位代课老师，她的同学们陆续走上了职业的高峰，而她不断尝试为自己争得一份正式编制的工作。机会终于来临，一个县级电视台发布了播音员的职位，小云符合条件并表现卓越。尽管在笔试和面试中表现出色，最终却莫名的被淘汰。小云感到失望，不过在校长的鼓励下，她决定继续努力。她回到代课老师的岗位，但不停的学习。2年后，小云考上了研究生，离开老家的大山。她毕业后留在省城，努力工作。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，她结识了许多人，有些人炫耀自己的社交圈，有些人利用别人，还有一些人纯粹沽名钓誉。然而，他所保持联系的那些人，都像他的小学校长一样，真正关心他，真正了解他。也许，一生中真正了解的朋友只有那么几个，无论是同事还是合作伙伴，虽然表面上与个人相处融洽，但心中清楚，这样的朋友已足够。中年之际，感到孤独如同狗。张爱玲在《半生缘》中写道，人到中年，经常会感到孤独，因为一睁眼，周围全是依赖自己的人，而没有可以依赖的人。不论男女，中年时期，人们肩负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，不再是备受宠爱的对象，
而是需要给予和付出的一方。阿刚最近为家人买了一栋4室2厅的新房，为了让2个孩子都能上一流学校。然而，这也意味着背负了超过300万元的房贷。阿刚是一名律师，2006年获得律师执照后，毅然来到广州谋生。他的妻子是老乡，曾是一家工厂的会计，但自结婚后，阿刚不再让他工作，他自己兼任一些文书工作，同时承担起家庭的照顾。虽然这些年，阿刚先后购买了1套公寓和1套房产，但每次都伴随着沉重的债务。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，他仍然充满斗志，坚信只要努力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然而，最近的房产交易让他感到巨大的压力。年过40的他体力不如以往，发现工作中也少了些冲劲。妻子看到丈夫如此疲倦，提出重新找工作，以减轻家庭负担。然而，长期不工作的他发现重新找工作非常困难。他决定回归学校，重新学习，以期望通过获得注册会计师资格来帮助丈夫分担压力。然而，阿刚坚守传统观念，坚信女性应当专心持家，而赚钱的任务仍然应该由自己来承担。同时，他认为2个孩子的教育至关重要。于是，他反对妻子再次考试，坚持要他照顾好家庭，因为这是最大的贡献。这一决定使阿刚的压力更加沉重，他必须全身心地承担家庭和工作。中年之际，尽管周遭的人想要安慰和劝解，内心的痛苦仍只能独自承受。尤其是感情上的创伤、婚姻中的不快、职场上的失败，无论向谁倾诉，似乎都只会被视为笑柄。当情感低谷来临时，难以承受的时候，或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独自静思，寻找宁静的角落，让情绪宣泄。